我天生不认命，从小便觉得自己配得上一切好东西，可养父母却骂我。贱皮子，敢拿老子的钱去买什么破书？想读书你也配？没有千金的命，一身的千金病，给我往死里打！面对他们的打骂，我从不反驳。在贫民窟这种地方，只有争抢才能活。直到相府的教念停在屋前。住手！恭迎小姐回府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我哪里是有千金病，我本就是金枝玉叶的真千金。回到相府后，爹娘见我，纷纷红了眼眶。舒儿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回来就好，爹已经向全盛京宣告了你的身份，以后你和婉晴都是爹娘的好女儿。那个抢占我18年身份的假千金，也温柔地唤我：妹妹，以后就由姐姐教你礼仪，让你成为真正的京城贵女。我有亲人相伴，也有了金尊玉贵的身份，本应高兴。可我就是难受。舒儿，舒儿，妹妹，这可是娘亲自为你准备的团圆饭，你怎能如此糟蹋娘亲的心意？就是，好端端的日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入府以来，你们个个拿我跟沈婉晴比，说我粗鄙，上不得台面。可她如今的一切，本都是偷了我的，凭什么要我当个笑话？这相府里只能有一个千金，我要沈婉晴滚出相府。我要沈婉晴滚出相府！我要沈婉晴滚出相府！舒儿，婉晴虽与你错换了身世，可你回府之后，她对你也是处处照拂，处处照拂。入府时她说要教我礼仪，其实就是趁机刁难我。她故意让下人将我绊倒，让我打翻了茶碗。如今满圣京都说我不如她这个养女，我成了所有人的笑话。她如此为难我，沈婉晴，我凭什么还要忍她在府中？孽障！你自己不如婉晴，便要这样揣测她吗？可你现在这般模样，哪里还有半分大家闺秀的体统？大家闺秀，父亲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只是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是个一回府就被所有人嫌弃的乡下货。你如今的吃穿用度，哪一样不是按着婉晴的分理？你扪心自问，我和你娘何曾亏待过你？那为何府中所有好东西都先紧着沈婉晴，送到我这儿的永远是她挑剩下的？舒儿，这是宫里赏的上等赎金，你刚回府，拿去做几身新衣。是啊，你娘这般疼你，这匹锦缎连婉晴都没有。从前在贫民窟，我只穿粗麻布衣，何曾见过这般细柔？原来爹娘是疼我的，多谢爹爹，多谢娘亲。瞧见没，二小姐得了那布，乐得跟什么似的。她能见过什么好货色？那料子不过是婉晴小姐没看上的，她还真当个宝贝供起来了。你们亲口说那是给我的补偿，如今才知这不过是沈婉晴瞧不上的施舍。你们就是觉得我没见过世面，才拿次品来敷衍我。原来妹妹是其爹娘偏疼我，父母疼爱子女本是常情，妹妹怎能因此怪罪爹娘？舒儿，爹娘对你们的心是一样的，只是下人们习惯先将东西送去婉晴那里，才让你受了委屈，你别多想。你少惯着他，我们这么做也是遵着相府节俭的规矩。节俭？你们就是偏心！
沈婉琪的梧桐院是千金打造，她日日挥霍无度也全靠你们贴补，而我进府便与下人挤偏院，半个同伴都不曾得过。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她沈婉晴高贵的陪衬。舒儿，住口！你喜欢什么，尽管去库房挑，何必为了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成这样？爹娘，妹妹在穷地方过惯了，难免心胸狭隘，分不清好歹，你们别怪她。妹妹，你有什么气尽管冲我来，别为难爹娘，我给你赔不是便好。你别碰我！婉晴，孽障！你竟敢推你姐姐！逆女！你在贫民窟的这18年，都是你姐姐替你在我们面前尽孝，你怎能如此忘恩负义的推她？分明是她自己倒的，你看不见吗？你，爹爹，你莫怪妹妹，她不过是瞧着我的好东西她得不到，心里气不过才推了我。妹妹，你若是喜欢什么，只管去我屋里取。你少在这假情假意，我凭什么捡你不要的？是你占了我的身份，占了我的爹娘，占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。你得到的一切本就该是我的。爹爹，放肆！你姐姐已经如此退让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地步？我说了，我要她离开相府。这府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们选。娘亲，妹妹执意要赶我走，我就是死也不愿离开爹娘。你做什么傻事？你这个冷心冷肺的东西，非要逼死婉晴你才甘心吗？看看他们这像是生离死别的模样，我倒像个不识好歹的恶人。原来这里从没有我的位置。既然你们还是要选他，那你们别后悔。舒儿，你做什么？你快下来！今日你们若是还留他在相府，我立刻投井自尽。今日你们若是还留他在相府，我立刻投井自尽。到时满城皆知，相府偏心假千金，逼死了亲女，看爹爹你在朝堂上如何交代。舒儿妹妹，你怎能为了赶走我，用这样的手段逼迫爹娘？舒儿啊，你让娘可怎么办啊？逆女，你母亲那么疼你，你怎忍心这样逼她？我沈府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明明受委屈的是我，不被你们疼爱的也是我，凭什么我要像个恶人一样被指责？我今日必要争出个结果，若还不选择，我即刻投井。舒儿，小爷你快拦住他，她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舒儿，别做傻事儿！舒儿，婉晴，妹妹，你不要再逼迫爹娘了，我自行离府便是。爹娘疼我，我不信你真能赶我走。好走不送。父亲怎么了？为何这样看着我？你如愿赶走了你姐姐，属于她的都让你占了去，高兴了，满意了。父亲，我的东西被沈婉晴占了18年，怎么就成她的了？物归原主，理所应当。对，何止婉晴的东西是你的，这府里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都拿走。从此我与你母亲什么也不管了，我们走。好，那我便让你们看看，比起沈婉晴，我才是相府的千金。我管家这几日，你们做事的确比往日规矩利落了很多。记住，好生做事便有赏，怠惰生事便要罚。是。爹娘留步！这几天我将相府管理的井井有条，可你们为何见我便躲？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对吗？我赶走了沈婉晴，
也证明了我有身为千金的能力。可爹娘却对我越发沉默，我真的争赢了吗？你听说了吗？如今圣经都在传舒儿小姐不念亲情，把沈婉晴赶了出去，可不是吗？小姐倒沉得住气，这会儿还能静下心看账本。爹娘为何突然在账上支出了好几10万两？他们要做什么？小姐，好消息！3日后，相爷要开赏花宴，商讨神府和太子联姻之事，这必定是给您定的亲事，你马上就是太子妃了。怪不得爹娘要支出几10万两银子，原来是要为我办赏花宴。小姐，您这一打扮，真是金枝玉叶的气派，樱桃都快认不下您了。只要今日我在赏花宴上拿出应有的千金风范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。走，随我去赏花宴。婉晴，今天的赏花宴你可是主角，相府那个贫民窟的野丫头若是敢来，就是自取其辱。舒儿妹妹虽然在家中时常打骂下人，不孝父母，可她到底才是爹娘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说她。你们看，舒儿妹妹来了，我们快走，莫招惹她，我们还怕她？你且去歇着，看我怎么帮你教训这个野丫头。沈叔啊沈叔，就凭你还想和我斗？哟，你就是相府从贫民窟找回的真千金啊！你敢泼我？果然是乡野里长大的粗人，半点教养都没有。是你先端水泼我，蓄意挑衅，我不过为了自保才予以反击。咱们之间到底谁没教养？你嚣张什么？如今满京城都说相府认回个粗鄙丫头，闹得家宅不宁，把知书达理的养女逼走了，相爷的脸面都快被你败光。沈婉晴鸠占鹊巢了18年，还赖在相府不走，我将她赶出去理所当然。我才是相府的真千金，是爹娘唯一的亲血脉。实话告诉你，婉晴离府后，相爷夫人早已为她打点好了一切，只有你还蒙在鼓里傻乐呢。你什么意思？1个月前，相爷亲自进宫，为婉晴求来了与太子的婚事。今日的赏花宴，就是相爷为婉晴办的。什么？沈相爷，沈夫人到。我原以为这赏花宴是我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千金才换来的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办这赏花宴还是为了沈婉晴。你们将本属于我和太子的联姻给了沈婉晴，真是好了不得的亲事啊！舒儿，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意思把婉晴送出了府，她在府外吃了不少苦，我们便将你的婚事弥补给她，你就别闹了。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？沈婉晴出府后，你们把她藏在了比相府更豪华的别院里，衣服首饰丫鬟烹饪，流水似的往她那里送，她到底吃了什么苦？别院再好也不比家里，你是从贫民窟里长出来的，吃苦都吃惯了，但婉云和你不一样，她身子娇贵，哪儿过得了苦日子？我能替她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贫民窟里过了18年猪狗不如的日子，她沈婉晴凭什么过不得？舒儿，娘知道你心内委屈，可这也不是婉晴的错呀，不是她的错。难道我就该受这份委屈吗？你们知道我这18年是如何过的吗？贱丫头，老子赌钱输了都是你克的，我说一次就打你一次。贱婢，
蹄子，一早上才背来这么点柴，肯定是偷懒去了。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那样猪狗不如的日子，我过了整整18年。在这副华丽衣衫下照着的，是我满身的新痕旧疤。假千金过着穿金戴玉的生活，真千金却被猪狗一样对待，这事儿搁谁身上不委屈啊？谁说不是？要我说，就该让假千金回到贫民窟，过够了18年的苦日子。这沈相好歹也是世家大族，怎会如此苛待亲女？在朝堂上的老脸都丢尽了。爹爹娘亲，妹妹既然心里气我，那我就回贫民窟过苦日子。我将她这10几年受的苦都还给她。我的儿，那贫民窟根本就不是人过的事，爹娘怎么忍心让你去？舒儿，你受的这些苦，都是娘对不起你。这10几年，娘每时每刻都在想你，但娘找不到你呀。娘，可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你受的苦，就非要婉晴受一遍你才安心，你非要闹得全家不宁你才高兴。早知你如此恶毒，我就不该将你接回相府。我曾以为你们偏心沈婉晴，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好，可如今看来，舒儿啊，你让娘可怎么办啊？逆女，你母亲那么疼你，你怎么忍心这样逼她？我沈府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人心生来就是偏的，我再努力也强求不来。既如此，那你们的认可与亲情，我都不要了。舒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的对，或许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回这相府，可我既然回来了，属于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逆女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太子要娶的是相府千金，可我才是真千金。太子必须我来嫁。你们将本属于我和太子的婚事给了沈婉晴，我不同意。太子必须我来嫁。孽障！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念头，也是你一个闺阁女子该有的。舒儿，太子妃的人选早已定下，是婉晴。事关国体，岂是你说换就能换的？换。既然太子要娶的是相府千金，为何不让我这个正牌千金嫁过去？免得你们的婉晴嫁去后，万一哪天我恶毒的闹出点什么事儿，牵连了她的贤名。别说太子，便是寻常人家的嫡子，谁愿意娶你这般不识大体的女子为正妻？太子不久便会亲临赏花宴，你休要在这儿胡闹！不，今日若是不给我落好婚事，我绝不离开。太子驾到！你的婚事我自会留意，快把小姐拉下去，莫让她冲撞了太子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拉下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这亲生女儿，倒活得连养女都不如。小姐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奴婢说句愉悦的话，婉清小姐毕竟是老爷和夫人亲手抚养了10几年的，这份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。他们的感情断不了，难道我就要甘心做陪衬吗？小姐，您与其闹得两败俱伤，亲情淡薄，不如想想怎么把您该得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握在自己手里，握在自己手里。你说的对，感情求不来，那就争利益。太子我嫁不了，那我便选一个最有潜力的皇子，助他问鼎皇位。三皇子，臣敬您一杯。
他是回国的质子，不受圣宠，与其和他费口舌，倒不如去恭贺风头正盛的太子。三皇子萧娟与太子同为皇后所生，却不受圣宠，和我一样都是一无所有的局外人。我与他联盟，才会坚不可摧。无人共饮，倒也乐得清静。臣女沈淑敬三殿下一杯。沈二小姐，方才你与沈相那番争论，很多人都在看你。我知道，三殿下不也在看吗？我看的不是热闹，只是身处漩涡，想独善其身，光靠冷眼恐怕不够。这话意有所指，是在说他自己，还是在暗示我？那依殿下看，该如何？须有立身之机，才有破局之力。殿下此言，振聋话聩。只是这立身之机，谈何容易？事在人为。殿下，若这人为，需要盟友。若是殿下与我联手，至尊之位未必不可得。你这胆识，倒不像乡野之人。只可惜，我在他国为质子多年，雄心壮志都被搓磨殆尽，早已无心皇位。我看殿下并非无心皇位，而是称帝之心跃跃欲试。何以见得？我听闻这枚龙形玉佩是圣上赏给殿下与太子的，意在你们都有机会得到储君之位。只是三殿下做太子之后，储君之位才落在萧燕身上。这只能证明我曾有做储君的机会，并不代表我如今还有夺嫡之心。龙形玉佩象征的是九五之尊，登基之望。殿下既无夺嫡之心，又为何始终贴身佩戴？这上面的磨损，分明是常年反复摩挲才会留下。本该属于殿下的储君之位，被人一招夺走。您心中就真的没有半分不甘吗？你很聪明，可我和你结盟，你能带给我什么？我能带来的，是殿下最缺的，是对这京城贵胄圈子另一面的了解，是相府不得不给的几分薄面和慎身问题，是我这些年在底层挣扎求活练出来的胆子，和一颗要往上爬，要把曾经看不起我的人都踩下去的决心。这些够不够做殿下的盟友？我要那些亏欠我、轻贱我的人，终其一生都只能仰视我。别人都说这位沈二小姐出身乡野，却不曾想竟有这样的魄力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合作顺利。总算是了却一桩最大的心事，太子殿下前程不可限量，婉清总算有了好归宿。我的儿，到了东宫，虽要谨守规矩，但也万不可委屈了自己。若是受气，定要记得告诉爹娘，咱们沈家永远是你的倚仗。还是爹娘最疼我。你又来做什么？若是还痴想着嫁太子的事，就不必费口舌了，此事绝无可能。父亲，太子是您费尽心思为沈婉晴选的夫婿，我岂能夺他所爱？但即使嫁不了太子，我的夫婿也定不能比沈婉晴的差。我说了，你的婚事我自会留意，只是人选还需慢慢斟酌。不劳父亲费心，人选我已有了成断，我要嫁三皇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嫁三皇子？三皇子不受圣宠，你嫁过去不仅是跳火坑，万一有失态之处，还丢了相府的脸。我不同意。舒儿，你的婚事我们会考虑，一段时间，就算不如婉晴和太子的婚事好，给你找个5、6品官员的庶子做正妻，不也很好吗？多谢母亲还费心与我寻个庶子成婚，但三皇子是我自选的夫婿，
我必要嫁他。住口！你身为女子，满口都是选夫嫁人，体面何在呀？体面？菜给你打好了，我的馒头。贱皮子，老子刚喝完酒没吃饭，你都吃上了。把馒头给我！贱皮子，要你咬我，咬我！父亲，在贫民窟，体面是第一个被饿死的东西，不争就没得吃，不抢就活不下去。既然我想要的前程你们给不了，那我就为自己抢一条生路。放肆！相府的规矩，家族的荣誉，岂是你一句抢生路就能肆意践踏的？婚姻大事，由不得你胡闹。父亲，我与三皇子的婚事不是与您商量，而是告知。我已在赏花宴上与三皇子定好婚事，他已进宫去求圣上赐婚，不时圣旨便会下达神府。什么？圣旨到！圣旨到！兹沈氏四女沈淑贤淑大方，温良敦厚，朕宫甚悦，特将沈淑许配皇三子萧恒为王妃，则良辰同太子与沈氏长女沈婉晴一并完婚，钦此。臣女领旨谢恩。臣父，臣女领旨谢恩。相爷，三皇子无宠无势，淑儿嫁过去就要受苦，这可怎么好啊？三皇子虽不及太子得宠，却有皇子名分，倒也不算委屈他。如此一来，也好绝了他攀附东宫的痴念，给婉晴免了麻烦。事情已成定局，你此后便好自为之吧。一场不被看好的婚事，可以是牢笼，也可以是阶梯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亲手将这场婚事变成我登临绝顶的通天鱼梯。诸位贵客，快请进。婉晴小姐到，淑儿小姐到。沈大小姐嫁妆竟是10里红妆，沈二小姐嫁妆才3、4箱，不及养女1%。淑儿，婉晴嫁东宫需风光，你嫁妆误压过她，体谅爹娘苦心，早知你们会这样偏心。等我成亲之后，再来和你们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女儿明白。好了，这场婚事是你自己选的，以后是好是坏都要自己承担，我和你母亲也管不了你。接亲的时辰快到了，子怡继续。回相爷夫人，接下来是要让夫人为2位小姐梳头开面，可时辰不够了。这梳头开面对新娘子而言，可是寓意着新生啊！若是少了这一环，便是残缺的婚事，一辈子都要被人耻笑，抬不起头来。何止是耻笑，大婚礼数残缺，是大大的不祥。日后夫妻不和，夫家轻视，全都会应在这上头。如今夫人只能为1位小姐梳头开面，不知夫人要选哪位小姐？娘亲，女儿也不愿抢了淑儿妹妹的礼数，只是我家的太子，若是缺了礼数，定会被皇室与百官耻笑，咱们相府的脸面就全丢尽了。小姐，她不想让便直说，偏要拿相府颜面当幌子，冠冕堂皇的，才真是惹人笑话。好了，婉晴是太子妃，梳头开面的礼仪必须要有。越过淑儿，先给婉晴梳头。小姐，这里咱可不能让……等等，我要梳头开面。淑儿，婉晴若缺了礼数，在东宫实在不好立足。你嫁的是三皇子，本就不用太讲究排场，你就让你姐姐全了她的体面吧。又是体面，我全了她的体面，那我的体面谁来成全？母亲想错了，我并不要您为我梳头，那你是……我要为自己梳头开面。你简直是离经叛道！淑儿，新娘子哪有为自己梳头开面的？这不合礼数啊！礼数？难道我缺了这一环就合礼数了吗？来人，将妆匣抬上来。古礼云：
梳头开面，迎娶新生。可我这18年来，在贫民窟步步皆是炼狱，寸寸尽是折辱。回了相府，也无人怜我护我。今日我为自己梳头开面，望苍天知晓，我沈叔不盼天怜，不忘人助，与我新生者，从来只有自己。礼成，太子三皇子迎亲。太子三皇子迎亲。沈叔，你我嫁的夫婿天差地别，可见这好命不是靠血脉就能拥有。你长在贫民窟，这辈子也只能是条穷命。贱女，我长在贫民窟，尚能一步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而你鸠占鹊巢，一旦跌落，便就再无翻身之日。这命是贵是贱，日后自有分晓。迎新妇。沈叔性子顽劣，婚后如何，我们也管不了。倒是婉晴，得体大方，婚后一定会被太子的喜爱，为我们相府增光添彩。是啊。只要今夜我能笼掠住太子的心，到时府中掌家之权必定会落在我手上，那时我定能在爹娘面前风光无限，比沈叔这野丫头好千倍万倍。太子妃万安，太子殿下要来了吗？殿下今夜要在别的姬妾房里睡下，就不来了。什么？小姐，都这么晚了，三殿下怎么还不来啊？若是您今日独守空房，传出去指不定被人说什么难通话呢。什么难通话我没听过，反正是利益联姻，他来或不来区别不大。你帮我卸妆，咱们不等。殿下。殿下怎么来了？我还以为你在别处歇下了。我府中并无别的姬妾，再说今日是新婚之夜，我自然要来。奴婢告退。殿下，这盒子是？这里是我府中所有账本，刚整理妥当。既然你我已经成婚，这些自然该交于你，也算是我给联盟的诚意筹码。殿下，虽说我们是盟友，但你把全部身家都给了我，就不怕我卷钱逃跑？我信你。为何？以你今日为自己梳头开面之事，像你这种遭遇不公也不自弃的性子，又怎么会做出卷钱逃跑的事来？连我亲生爹娘都觉得我今日的举动离经叛道，没曾想竟能在殿下这里获得赞同。也许是你这种性子与我很是相似。燕儿，这白玉簪是朕特意命人为你打造的冠礼，望你今后力担社稷，不辜负朕的期望。儿臣谢父皇厚爱。只是今日不也是三弟的加冠礼吗？他是质子回国，犹如体面，只配做你的陪衬，哪配要什么冠礼呀？无人与我加冠，我自加冠成人。萧环，即使无人助你，也愿你永不自弃，力担社稷。自那日起，我便下定决心，此后无论何人诽我谤我，我都要看得起自己。我不曾想，殿下竟也过得这么不如意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夜已深，我们就寝吧。也是，我和他既已成了夫妻，早晚也要同房。我并非要与你圆房，而是新婚之夜，我若睡书房，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，所以才要留宿。殿下这是做什么？床留给你睡，我睡地上就好。夫人，歇息吧。没想到与他人同室而眠，我竟能睡上这样安稳舒服的床，不是贫民窟混着污泥的稻草堆，或者漏风的狗窝。
更不是相府里那张沈婉晴用旧的破床。殿下，你府里就这点钱，别说是夺嫡，连夺个乡长都费劲。我不如太子那般深得圣心，王府用度素来简补。不过夫人放心，眼下只是暂时困顿，我自有筹谋，不会一直如此。和太子相比，我们根基太弱，徐徐图之，怕是10几年都赶不上他。我倒听到个消息，能让我们1日之内发笔100万两的横财。什么消息？夫人要如何做？今天是心腹回门的日子，这得财的消息自然在这趟回门里。小姐，沈婉晴回门礼100万，我们这点礼不好吧？这回门礼可是我精心准备的。再说，我可不想抢了沈婉晴的风头。看，我们的太子妃来了。沈叔，这就是你的回门礼，真寒酸。这女人最要紧的就是夫婿的宠爱，三皇子不会连回门礼都没给你准备吧？你回门礼这么风光，太子定很宠你吧？他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？不会是知道太子没给我准备回门礼的事吧？不会的，太子妃，回门礼是您用嫁妆贴补的事，只有您身边的人知道。对，只要不打开礼箱，这件事就能瞒得住。走，我们进去，好好看沈叔的笑话。恭喜沈大人、沈夫人。女儿拜见爹娘，这几十箱100万两珠宝古董是太子的回门礼，请爹娘收下。天哪！回门礼如此丰厚，足见太子对婉晴小姐的宠爱，沈家要发达了。100万两啊！皇家贵眷也难有这般殊荣。婉晴周小姐真是好福气。婉晴，好样的，没辜负为父对你的期望，在族人面前给沈家长脸了。都是爹娘教导的好，女儿怎敢让爹娘失望。对了，爹娘，舒儿妹妹今日也该回门吧？不知道她的回门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想必也不会差吧？休要提她，自甘堕落，嫁个落魄皇子，如今怕是拿不出像样的回门礼，连门都不敢登了。舒儿小姐回门。女儿今日回门，拜见爹娘。这就是你的回门礼？这就是你的回门礼？正是。舒儿妹妹，你这礼物如此朴素，莫不是三皇子没给你钱准备回门礼吗？夫君连回门礼都没准备，普天之下都没这么大的笑话，丢人现眼啊！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今日回门，定是要准备厚礼，这是府志能支出的所有银两，你拿去吧。殿下，我今日回门可不是送钱的，而是去讨钱的。至于回门礼嘛，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女儿自己给父亲母亲准备了回门礼，父亲大人可愿意观啊？爹爹，既然舒儿妹妹带了回门礼，不如也浪费了她一番心意。这么个破盒子能装什么好东西？一会儿出了大丑，看爹爹不把你赶出沈家。既然你姐姐为你说话了，那就把你这不起眼的盒子打开，看看装了什么大礼。这成色一看就是下等布料，沈叔竟然给父母送这种回门礼。舒儿妹妹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拿这种下等料子给爹娘，不就是把爹娘看成下等人吗？哦，送这种料子给人，就是将人看成下等了吗？爹娘，这种料子不好吗？混账！这种布料相府的丫鬟都不会穿，你居然还拿到我面前来丢人现眼！舒儿，你就算再拮据，也不该拿这种布料。母亲，这料子真有这么不好吗？可这布料是我未出嫁前您和父亲赏我的呀。舒儿，这是宫里赏下的蜀锦，极为名贵。娘把这蜀锦给你做几件衣服，也算是娘对你这些年的补偿。是啊，可怜你娘如此疼你，这蜀锦碗形都没有啊。条件美，二小姐得了内部，乐得跟什么似的。她能见过什么好货色？那料子不过是婉晴小姐没看上的，她还当宝贝供起来了。没想到沈相如此大官，居然拿个下等布料打发亲生女儿，真是没脸啊！给养女的东西都买圣经最好的，却如此苛待亲生女儿，偏心的也忒厉害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若是因为个回门礼的事让这逆女闹起来，再牵扯到婉晴身上，就得不偿失了。你能将这礼物珍藏至今，也算你有孝心，我与你母亲便收下了。这就生气了？一会儿您那个引以为傲的好女儿，
还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呢。我的回门礼确实普通，不过我方才见姐姐的回门礼真是风光，不如姐姐让我长长眼，将箱子打开一看。什么？不可！说是打开礼箱，用嫁妆冒充回门礼的事就瞒不住，圣经都会知道我不受太子宠爱。姐姐反应为何如此强烈？哦，爹娘亲，我来之前听到消息，说姐姐的回门礼是嫁妆充当的。你休要胡说！爹娘，这是太子赏的回门礼，随意开箱是辱我太子妃身份。妹妹故意回我，箱子绝不能开。你姐姐向来体面，怎么可能拿嫁妆冒充回门礼？今日族人都在，你不要多事。爹娘，女儿是为姐姐清誉着想，外头对回门礼流言纷纷，不开箱就是坐实心虚。既然回门礼没问题，开箱看看又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相爷，今日若不开箱一看，恐怕堵不住悠悠众口。相爷，我信婉晴不会用嫁妆充作回门礼，这关乎婉晴清誉，还是开箱看看吧。还是娘想得明白，那我就帮姐姐开箱一看。不要！翡翠琉璃盏、黄金双龙烛台，这都是神府给婉晴的嫁妆。婉晴，你真用嫁妆冒充回门礼，你糊涂啊！婉晴，你怎能做出这种事来？相府的颜面何在啊？娘，女儿也是没办法，半点回门礼都没给我，就连新婚之夜也未与我同房。什么？婉晴，我原以为你比舒儿有出息，你不仅没得到太子的半分回门礼，竟还敢用嫁妆充当。此事若传出去，我在朝堂上的老脸都丢光了。相爷，你莫怪婉晴，她也是为了相府的颜面才做这种坏事。罢了，今日之事，诸位就当没看见，我自会备厚礼补偿给诸位，万望诸位慎言呐。算了，这事捅出去，咱们也没好处。也罢，今日之事，我们就当没看到。早知道我这爹娘要为沈婉晴花钱了事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父亲母亲爱女之心，真是让女儿潸然泪下呢。只是您二了光堵住他人的嘴，那我的嘴，你们拿什么堵啊？你和婉晴都是一家人，难道还要问我们要钱财吗？舒儿啊，你姐姐有难，你是要帮衬的，可不敢这样落井下石。一家人自然要互帮互助，可我出嫁那日，嫁妆少得可怜，也没见姐姐她帮忙啊。你罢了，只要能为婉晴守口如瓶，你想要什么直说就是。好，那她今日抬回的100万嫁妆，我全要。什么？舒儿，你疯了不成？那嫁妆是你姐姐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要？母亲是不是糊涂了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沈婉晴不过是个占了我18年身份的假千金，她的嫁妆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你莫要在这胡搅蛮缠！你的嫁妆已经给了你，婉晴的嫁妆你休想拿走半分。父亲给我的嫁妆不足100两，沈婉晴却是10里红妆。今日若拿不回属于我的嫁妆，我就让戏班子将沈婉晴的丑事唱出满兴记。你，爹爹娘亲，女儿与相府荣辱与共，妹妹这样对我，是要向相府置于风口浪尖，任人耻笑啊！逆女，原来你闹这一出竟藏着如此祸心，今日这嫁妆你一分也别想带走。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为了一个养女3番4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于我。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留父女情面。父亲，今日就算您100个不愿意，他沈婉晴的嫁妆我也要定了。放肆！我还管不了你！来人，把这孽障给我押下去，关柴房！住手！我是三皇子妃，谁敢动我？你不好了，相爷，三皇子带着一大批人马堵住了大门。什么？拜见岳父。若是你父亲不给嫁妆，还要对你动手怎么办？那就要全仰仗殿下带人来解围了。岳父大人，我方才听闻府中乱糟糟的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三皇子人多势众，说是让他得知婉晴的丑事，再闹到了圣上面前。殿下，方才爹爹说我出嫁时给我的嫁妆太少，这不要将这堂上几十箱金银珠宝补偿给我呢。你休要胡说！岳父大人，果真如此？不是，那就多谢岳父大人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相爷，给他们吧，免得丑事传了出去，损了婉晴的体面。也罢，这礼箱你们拿去吧。我的亲生父母
为了沈婉晴，不仅能治责于我，还能花费100万两来保住她的名声，果真是舐犊情深啊！谢父亲岳父大人。来呀，将这几十箱嫁妆全部带回府中。现在就撑不住了，沈府要还我的还多着呢。从相府带回的财物价值数百万两，我打算用这笔钱财置办几间铺面，做起营生，先把银钱盘活。夫人想做什么营生？香铺、珠宝、酒楼、典当，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我准备从这些入手。小姐，这人趁着盘点账目，偷拿箱中的玉佩，被我当场捉住，请小姐处罚。偷盗主家财物，轻则杖责，重则砍手。府中仆人竟如此大胆！这事怪我，这些年我一心忙于政务，对后宅疏于管制，才纵得他们敢如此胡作非为。来人，将他带下去，打30大板，钉出去，逐出府去。皇子妃饶命啊！小人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夫人，王爷，府中下人懒散成性，偷盗成风，不严加整顿，必生祸端。我想从今日起整顿府内，还请王爷准许。内宅是夫人掌家，你大可放手去做，不必过问我。樱桃，你去将府中所有人都叫过来，就说我有事吩咐。是。从今日起，府中所有资产逐一记账入库，一丝一毫都不得有误。为府中尽心尽力之人，每月有2000赏银。但若是有偷奸耍滑，我必将其逐出相府，绝不姑息。听明白了吗？是，奴才们一定为王府尽心竭力。退下吧。你这番处置，条理清晰，恩威并施，甚是难得。可我竟不知，夫人还会管家。自从我把沈婉晴赶出了相府，相府便由我掌家。那时府中仆役处处刁难，我只得用雷霆手段立威。今日倒正好派上用场。可见这世上最偏的就是人心，连父母也不例外。如今赵国与我朝休战，朕欲彰显和平诚意，便从皇儿与燕儿之中择一人复赵为止，另一人则立为太子。圣上，赵国气候孤寒，燕儿素来体弱，怎能受得住这般苦楚？万万不可让燕儿前去啊！燕儿不去，那环儿就得去，但环儿尚且年幼。母后，儿臣即为兄长，甘愿为质子，为父皇分忧。就算此去命丧赵国，也是儿臣的命。圣上，您看燕儿这般懂事乖巧，再看恒儿始终沉默寡言，毫无表态，如此心智，怎能担得起太子之位？就让浑儿替燕儿前往赵国吧。这也罢，恒儿，便由你前往赵国为质。你且安心，待你归来之日，父皇必定封你为王。儿臣领旨。我归来后，父皇的确封我为王，可却只有虚名，府邸俸禄连6品小官都不如。我最后一丝念想也就此破灭，自此再无半种期许。同是父母偏心，我和他也算是误伤其类了。王爷，过往不必再回头，咱们这些在凉薄艰难的日子里长出来的人，更要在以后好好活，活得漂亮。好一句，活漂亮。殿下，我突然想起来明日铺子开业，我这就去看看下人们准备的怎么样的。小姐，这个月我们经营的瓷器、棉纱、珠宝首饰的利润又翻倍了。咱们安排在各个店铺的耳目，传来的消息也都记录在册。有了这些，我与殿下便有了夺嫡的资本。账簿放在旁边就好，我
我忙完就看。萧华，殿下怎么来了？这几日都忙到这么晚吗？现在商铺和消息网都刚刚建立起来，等这些机构真正运转起来，来日夺嫡就更有胜算。既已吩咐下去，交由他们去做便是，你不必事事亲为，太过辛苦。好。对了，明日宫中设宴，父皇命你同去，你行商之事恐已传入他耳中。父皇素来对黄卷行商不喜，若真怪罪，你只管推到我身上。谢殿下，太好了，我们姑娘终于有人疼了。婉晴，这1个月来，太子还是不肯与你亲近吗？原以为你知礼知节，必会被太子喜爱，不成想，到底还是舒儿与夫君琴瑟和鸣，让相府在皇室还挽回点颜面。女儿倒是不如舒儿妹妹了，只是我听闻舒儿妹妹身为王妃，近日却在民间私自行商，丢尽了皇室和相府的脸。圣上已然得知此事了。什么？说什么？神书那逆女竟然用皇室的身份行商！哎呀，相爷，你别这么激动。明日圣上设宴，你和舒儿、婉晴都会去。若是圣上降罪于舒儿，你还是想想该如何替她解围吧。解什么围？我说过，她嫁了人便不再管她，就是她被贬到宁阁祠，也是她自作自受。她到底是我们女儿，怎能不管？最要紧的是，万一她连累到婉晴，岂不麻烦？唉，这逆女非要气死我才甘心。且看明日状况再说吧。明日审书，死定了。唉，乔见没？沈婉晴是沈相陪着她来宫宴的，太子连个影都没露，可见她不受太子恩宠是真的。倒是那不被看好的沈叔，虽是乡野归来，却与三皇子情深意重，二女相差如此之大，不知这沈相心里是何滋味呢？站住！殿下先入宴吧，此处交由我来。万事小心。父亲叫我做什么？逆女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顶着皇室的名号在街市行商，连那几文钱的米面水粉都卖，你把我的脸面置于何处？我凭自己双手赚钱，不偷不抢，怎么就丢父亲的脸了？少在这巧言迷思！前些日子你从相府强要走的钱还不够你花吗？竟然还大张旗鼓的在民间行商！若是圣上降罪牵连了相府，我饶不了你！舒儿妹妹，你不懂规矩，在家里闹闹也就算了，怎么嫁了人还不让爹爹省心？看你姐姐就是比你懂事。既如此，那父亲还是好好想想，如何替你这位懂事的千金挽回名声。如今满京城可都在传，太子妃被太子冷落失宠。你恩宠如浮云，变幻莫测。婉晴今日不受宠，未必他日不承恩。倒是你行商之事已被圣上知晓，若是今日圣上降罪于你，可别求我为你脱罪。沈相都说了什么？没有为难你吧？他无非是说了些我行商让他丢人的话，且让他气着吧。今日最重要的是看圣上是何态度。圣上驾到，参见圣上。参见父王。平身。朕闻民间传言说有皇室女眷行商贾之事，抛头露面经营商铺，可有此事？回父皇，行商之人是儿臣的妹妹，如今的三皇子妃沈淑。三皇子妃上前回话。这个逆女行事莽撞，只会闯祸，一会儿免不了还要帮她处理烂摊子。圣上最厌恶皇眷行商，沈淑，你完了。回父皇，确实是儿臣在民间行商。大胆！大胆！你可知
士农工商，商贾乃是最末流。自古皇室贵胄，从未有人敢行商贾之事。先前就有个王妃做行商之事，中饱私囊，败坏了皇家脸面，被圣上发落边疆。那三皇子妃行商，不正好触到圣上眉头吗？圣上，老臣教女无方，此女自幼流落乡野，沾染市井习气，为了蝇头小利，竟不顾皇家体统。圣上放心，臣即刻将她押回府中，严加管教。父皇息怒，妹妹她自小在贫民窟长大，不懂皇家规矩，这才丢了皇家颜面。儿臣恳求父皇对妹妹从轻发落。商贾之事实属卑贱，有损天家颜面啊！放肆！圣上息怒，臣这就将不孝女押回府中。朕是说你们放肆！三皇子妃行商所得钱财，如今已全数捐往北境军营，可供将士半年的粮草，此乃大功一件。捐赠粮草之事，儿臣不敢居功，只求边关将士保暖，儿臣便心满意足了。我们安插在商队的人传来消息，说边境大旱，将士们缺衣小食。如今国库空虚，前线战乱，将士们竟然连棉衣都没有。如果我们能把经商的钱换成棉衣粮食，给前线送去，一来为父皇分忧，二来若是父皇龙颜大悦，必能允你我行商之事情。夫人妙计。好，虽说自古行商被视为下乘之事，可若是为国行商，便是大义。三皇子妃，你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回父皇，儿臣不需要赏赐。哦，你不要赏赐，这是为何？儿臣在乡野长大，从小忍饥挨饿，以致身体孱弱，时常眩晕胃痛。正因如此，儿臣才更知道粮食对将士们的重要性。只有将士们吃饱穿暖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此格局，才不愧为我皇室贵眷。沈相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哈哈哈哈！微臣惭愧，这都是小女的主意。父皇，妹妹自小从乡下长大，怎么会懂这些？这些说辞不会是妹妹编了来哄骗父皇的吧？回父皇，儿臣虽然出身乡野，却也关心国事。况且三殿下也时常教导儿臣，要心系国家大事，为父皇分忧。这些年皇儿入他国为质，却不曾有一句怨言，还能如此心系国事。好，好，皇儿，你想要何等赏赐，朕都允你。儿臣身为皇嗣，理应为国分忧，不敢求赏，全凭父皇做主。你能如此谦虚，实属可贵。但有功必赏，朕从不虚言。传朕旨意，三皇子妃品格端淑，着赐良田100亩；三皇子萧煌身体振兴，着令兵部西归三皇子统管。儿臣谢父皇圣恩。爹爹，兵部一来归太子统领，怎能让给三皇子？您快劝劝圣上。圣上，兵部乃是军国重务，三殿下从未领过兵，骤然将此重任托付于他，只怕不妥啊。太子掌管兵部时也未有领兵经验，何况太子近来沉迷声色，疏于政务，让环儿代他掌管有何不妥？沈爱卿，你如此说，莫不是存有什么私心？微臣惶恐，微臣不敢。父皇，太子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怎能因他一点小错，就将兵部交于他人呢？婉晴，当众违抗圣意，还将萧环说成他人，这叫沈婉晴怕是失心疯了吧？放肆！沈氏，你身为内廷女眷，国家大事岂容你插嘴？来人，拉下去，掌嘴20。父皇饶命！陛下息怒，小女并非敢妄议朝政，只因心系夫君，情难自禁，一时失言，冒犯天威，还望陛下宽宏大量，饶过她这一回。念她是太子正妃，今日便免了她的责罚。只是沈相，朕以往常听你提起，说你的养女是大家闺秀，亲生女儿则粗鄙不知礼。如今看来未必如此。是，微臣老眼昏花。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不许再提。开宴。相爷，
你是说婉晴在宫宴上要被圣上当众斥责，舒儿行伤之事却被圣上赞扬？圣上还嘉奖了舒儿良田百亩，又将兵部统干之权交给了三皇子。如今看来，倒是咱们这个亲生女儿沈淑比婉晴更重用。舒儿再是亲生，婉晴也是咱们养了18年的女儿。如今太子的兵权交给了三皇子，往后储君之位怕是……婉晴可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若是她以后自己争气，便是她的福分；若是不争气，便是舒儿的福了。我的婉晴啊！殿下，今日怎么下朝这么早？父皇这次没留你在宫里用膳吗？是我主动求着父皇放我回来的。自我接管兵部这1月来，父皇对我愈发器重，大臣也争着与我示好。我已经许久没与夫人好好说说话了。这是殿下圣眷正浓，朝中风向已经变了，我们谋划的事也越来越有胜算。我能重新被父皇器重，夫人帮了我不少，我很感激。殿下与我本就是盟友，互相帮扶是应该的。夫人，我与你仅仅只是盟友吗？殿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夫人不知，我5岁那年被送到敌国当人质，从那时开始，便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寄人篱下，想必是日子艰苦。住处不好，我倒也能勉强睡下。最艰难的是，我一旦睡着，便会被身边的皇子们算计。再醒来时，不是在湖里，就是被吊在房梁上，亦或直接被扔到猎犬笼里。他一个皇子，这些年过得竟也同我一样惨。所以这些年，我从不敢睡得很安稳，即使回国，也养成了夜不安寝的习惯。殿下为何忽然同我说这个？自从和你成亲，只要是在你身边，即使我日日睡在地上，也睡得很香甜。你知道的，我只对你有绝对的信任。这是自然，我们本就是坚不可摧的盟友，殿下尽可将后辈交于我。沈叔，我们不仅是盟友，还是夫妻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贱妇，你不仅在宫宴上使我丢了兵权，还因此失去了沈相对你的信任，我要你有何用？殿下息怒，妾身一定会帮您扳倒沈叔和三皇子，重新夺回父亲的信任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若是再不成事，小心我废了你！看来要彻底扳倒沈叔，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太子妃，从脉象来看，您的身体只是有些积食，并非有孕。这钱赏你，你出去便说本宫怀孕了。微臣惶恐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微臣不敢。照他说的去做，不然休怪姑要了你一家3口的命。是，臣明白了。假孕，这便是你要扳倒沈叔的计策。正是，咱们可以借怀孕设下喜请，请沈叔前来，到时再诬陷他害了我的孩子，谋害皇嗣，沈叔必死无疑，连这三皇子也要遭殃。可沈叔与你素来不和，怎会轻易前来？只要殿下以太子之命发请帖，命沈叔赴宴，他定不敢违抗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一旦暴露，便是欺君之罪，就连我也会受到牵连，必须要万无一失。殿下放心，只要守紧口风，沈叔和三皇子必大祸临头。小姐，殿下，奴婢刚得到消息，太子妃怀上身孕，明日要在太子府设喜宴，太子还亲自下令让小姐您去赴宴，这是拜帖。明明探子传来的消息说沈婉晴还未和太子圆房，怎么这么快就怀上了？太子亲自下令，你连推脱的机会都没有。
这么想让你去，看来明日定是一场鸿门宴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庆祝婉晴喜得子嗣，你向来跟他不和，是不是又想来捣乱？父亲这可说错了，今日可是您那个好女儿亲自下帖请我过来的。舒儿，既是婉晴请你，想必是要同你和好。你上次已在宫宴上驳了她的面子，今日就别让她难堪了。你母亲说的对，既然来了就安分些，让为父也省省心。这话父亲应该对沈婉晴说，上次在圣上面前丢脸的可不是我。妹妹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这做姐姐的都没来得及好好招待你。闲话少说，你用太子之令命我来参加这喜宴，到底想玩什么把戏？妹妹说的哪里的话，知道你平时对我误会颇多，想借着今天的大好日子与妹妹化干戈为玉帛，怕你不来，这才不得已动用太子指令。沈婉晴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若再假惺惺，那就恕不奉陪。妹妹别走啊，今天的喜宴可是为你办的，好戏还没开场，怎么可能放你走？妹妹，从前是我疏忽，得罪了你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敬你一杯，希望咱们姐妹俩能够冰释前嫌。沈婉晴没安好心，这酒定有问题。妹妹，你不喝酒，莫不是还在怨恨我？舒儿，你姐姐诚心敬酒，还不快接住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酒里动了手脚。妹妹，你既不放心我，我喝下这杯便是。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妹妹还不相信姐姐吗？我是真心想求你原谅的。难道是我猜错了？妹妹，你为何推我？太子妃见红了，来人！原来在这儿等着我。沈叔，我好心请你赴宴，你为何这样害我肚里的孩子？舒儿，你怎能对你姐姐的孩子下手？你良心何在？你知不知道，婉晴腹中之子不仅仅是皇家的子嗣，更是相府日后稳固朝堂的根基。你怎么如此恶毒？诬陷我害你流产，原来这才是你鸿门宴的目的。沈婉晴，你说我害你的孩子，证据在哪儿？孽障！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婉晴推倒在地，还要什么证据？我本以为上次宫宴你比婉晴有出息，如今看来你才是上不得台面的孽种。此事尚未定论，你们凭什么因沈婉晴的一句话就信我谋害皇嗣？舒儿，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竟然还不肯承认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好，既然你们说我陷害沈婉晴，倘若我有证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呢？证人？你有什么证人？你若无人作证，今日我就将你告到父皇面前，定你的死罪。太医早已被我收买，只要证明不了我假孕，今日谋害皇子的事，你沈叔担定了。早知你要我赴宴是图谋不轨，幸亏我留有后手。好，既然你要证人，那就将人带上来。证人就在这儿。
李太医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李太医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帮太子妃假孕，就不怕被揭发罪行，株连九族吗？求三皇子高抬贵手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听您的。若是你及时悔改，在喜宴上当众揭发太子妃，这罪行便可从轻发落。此人是谁？这位太医，想必太子妃再清楚不过了。我可是给了太医封口费，他定不会背叛我。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最好想清楚再说，否则太子知道了，一定要你偿命。太子妃饶命！你和太子收买微臣帮你假怀孕的事儿已经被发现了，微臣实在没办法再隐瞒了。婉晴，这是真的？你们根本就是在合谋诬陷爹娘。假孕是欺君，我怎敢撒谎？既不敢扯谎，那太医的话你如何解释？定是你嫉妒我，所以在害我流产之后，勾结太医污蔑我，好摆脱谋害皇子的罪名。爹娘，你们一定要相信。相爷，婉晴从小知书达理，定不会做欺君之事。就是啊，虎还不食子呢。太子妃可是京城公认的大家闺秀，怎么做这种恶毒之事？没错，婉晴的品行有目共睹。你害了婉晴的孩子，不仅不承认，还想诬陷婉晴假孕，其情可诛。如相爷这般偏心养女，亏待自己的亲骨肉的父亲，还真是头一回见。相比于我，他们自是永远相信沈婉妻。我不在乎你们更信任谁，但不是我做的事，我半分都不认。说我能找到沈婉晴假孕的证据，你们该当如何？假作流产用的血包就在殿内，但是沈叔肯定不敢搜查太子妃寝室，他找不到证据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我就将证据找出来给你们看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沈叔，你放肆！敢搜太子妃寝殿，你可真是大罪！所有罪责由本王承担，听王妃的命令，搜！三殿下在床底搜到了血包，用血浆制造流产的假象，这就是太子妃诬陷我夫人的证据。太子妃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婉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的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！你们竟然敢明目张胆的栽赃陷害！沈婉晴，这可是从你这里搜出来的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承认？那也不能代表就是我的东西，说不定是你刚才进去搜的时候趁机放的。爹娘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！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就是沈婉晴之物？盛放血包和盒子上刻的是蟒纹，这种盒子除了太子，也就只有太子妃能有，不是沈婉晴还能是谁？婉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好好解释！爹，我这么做也是因为有逼不得已苦衷啊。苦衷？你有什么苦衷？你有什么苦衷？啊！我已经把最好的婚事给了你，你却做这等欺君大罪，你要连累死相府不成？婉晴，我们费尽心思把你培养的贤淑得体，就是为了让你能配得上东宫之主的位置。现在你却做出如此卑劣不堪之事，真是辜负了我们苦心啊！你们以为我想吗？我现在变成这样都是你们造成的。这看似风光的婚事，根本就是不得自由的牢笼。你们只顾着自己的荣华富贵，可曾关心过我的处境？
什么话？我们一心为你好，反倒成了我们的错。那你们知不知道，自从嫁入了东宫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太子对我根本没有半分真情，从未善待过我。自己的夫君都把握不住了，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我们已经为你做到所有能做的，把你送到人人敬仰的高位，难道我们还错了吗？人人敬仰的高位，说的真好听。明明是为了相府的利益被推上这个位置，一直以来我就只是一个被你们利用来利用去的棋子，还说什么为我好，真是虚伪。你好，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竟然养了个白眼狼。如今看来，舒儿都比你明是非，懂大体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不如沈叔了？事到如今，你不思悔过，却还要质问我们。如今做出这种安杂事，圣上必定降罪，相府也要被牵连。今日起，我沈家与你恩断义绝。父亲，沈叔，你害得我落入这副田地，你满意了，你这个贱人！孽障，你不知悔改，还有脸怪舒儿？你就在这儿好好禁足反省，等圣上降罪。沈婉晴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们走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沈叔嫁个落魄皇子，却能夫妻恩爱？我沈婉星拥有最好的一切，却要被如此折磨。沈叔，我绝不能输给你！舒儿，舒儿！舒儿，今日之事是我们错怪你了，你能原谅我和你爹吗？沈夫人不必如此，你们对我的指责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况且我并不在乎你们对我怎样。不，舒儿，你这么说，娘这心真是像针扎一般。我知道娘以前因为婉晴对你有所亏待，是娘的不是，娘以后一定好好弥补你，好吗？不必了，弥补这种事情，需要的是双方都情愿。我不情愿，你的弥补于我而言，便是打搅。舒儿，沈夫人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这个蠢女人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父皇已经知晓你假孕之事，龙颜大怒，怪我之家不严，不配当一国储君。殿下，这也不能怪我啊！沈叔有三殿下帮助，殿下你却从来都不管我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，如何斗得过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如今我已被禁足1月，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殿下不要丢弃我，我为了你已经被爹娘厌弃，现在只有殿下了。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殿下！你说什么？圣上果真在朝堂之上禁足了太子？是，看来我这位皇兄自身难保了。舒儿，你要去哪儿？如今太子已经失势，我回相府一趟。事到如今，我要看看我的好父亲该如何选择。你回来干嘛？看我们笑话吗？我并非落井下石之人，
父亲不必这般看我，我是来找你们谈判的。谈判？沈婉晴所闯下的祸，已危及太子之位，三皇子却羽翼已丰。若你们帮三皇子登基，我便是未来皇后，相府的地位自然不会动摇。你竟然藏着如此野心！婉晴再有错，也还是太子妃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怨恨我们偏心婉晴，这才拉她下水，好让我们后悔是吗？父亲，我并没有因为您的薄待而对你心存怨恨，也并没有因为您的偏心而想着让您后悔。我做这一切，只不过是想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值得你这样去算计姐妹，逼迫父母？我不是这种无情无义之人，我懂得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。可是父亲，作为世上我唯一的至亲，您和母亲对我做了什么？您忘了吗？我回府后，你默许了沈婉晴对我的暗中刁难，也默许了她抢走本该属于我的千金待遇。人心本来就是偏的，便不再计较这些。但是父亲，你想明白了吗？我那时候只是想维护你们的姐妹亲情。您在乎亲情吗？您只是觉得沈婉晴更给您带来利益。既然您如此，如今也到了你在沈婉晴和相府之间二选一的时候，如何选也不必我多说了吧。我们已经为你做到所有能做的，把你送到人人敬仰的高位，难道我们还错了吗？说的真好听，明明是为了相府的利益被推上这个位置，一直以来我就只是一个被你们利用来利用去的棋子，还说什么为我好，真是虚伪。你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竟然养了个白眼狼。爹，娘留步，这几日我准时请安，可你们都避而不见。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为何爹娘对我冷眼相待？难道婉晴和舒儿，我真的选错了吗？圣上，自三皇子掌管兵部，处事井井有条，有雷霆手段，如今户部官员慵懒懈怠，臣建议将户部之权交于三皇子，必定革除弊病。看来舒儿猜的没错，丞相选择抛弃太子府，站在了我这边。父皇，户部一直是由儿臣管理，怎么能……太子，你近来行事荒唐，屡次失了分寸，执掌户部多年也未能妥善管理，不如将权柄交予恒儿，你也能歇息歇息。怎么，你要抗旨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领旨。连丞相都开始倒戈三皇子，这太子之位恐怕马上要易主了。三皇子的才能不在太子之下，我看让三皇子登基也未尝不可。父皇竟然当众削我的权，这一切定是沈叔和三弟设计的圈套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岳丈，今日之举到底是何用意？别忘了我现在还是太子，你女儿是太子妃，你可不要站错队。太子何必强人所难？父皇秉公执政，关丞相何事？若让旁人议论太子在拉帮结派，参你一本，你这太子之位可就无力回天了。你好啊，我真是小看了你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舒儿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今日朝堂上丞相表态了，他选择了我们。我早说过，父亲他向来以利益为先，这么做也是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罢了。舒儿，你如此为我们打算，你放心，待事成之后，你必是东宫皇后，我与你共承天下。贱人，不是说能获得你爹的重视吗？如今他在朝堂之上，
竟然开始帮着三皇子说话了。什么？如今父皇将我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三皇子，你口口声声说会为本太子巩固地位，结果却让本太子陷入如此境地。殿下饶命，妾身不是故意的。如今我被爹娘厌弃，妾身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不知道就给我弄死他们！既然我失去了丞相的助力，也不能便宜了三皇子。殿下，那是我的父母啊，我怎能对他们下手？妾身做不到。你父母都已经抛弃你了，你还顾念什么亲情？你只有听我的话，咱们才有活下去。不然等三皇子登基，沈叔成为皇后，你以为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沈叔那个贱人踩在我头上。好，我去相府。老爷，你选择帮助三皇子，那婉晴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舒儿好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也该帮帮她了。老爷，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舒儿回来了。舒儿，爹，娘，怎么是你？你回来干什么？爹娘，沈府也是我曾经的家呀，女儿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们就不能原谅女儿一次吗？你都说了是曾经的家，现在你已经嫁给太子，你就不该回来。婉晴，起来吧。你本来就跟我们没有亲缘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我知道爹娘不肯原谅我，我可以走，但是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你们做了糕点，全是以前你们最爱吃的，你们就尝一口吧，求求你们不要辜负女儿的最后一片心意。罢了，那便以此做个了结。吃了这糕点，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你当你的太子妃，我守我的沈府，从此咱们互不相干。既然你们不认我这个女儿，那就一起去死吧。逆女，你敢下毒！逆女，我们养你18年，你竟然给我们下毒！婉晴，我们待你如同亲生女儿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？要怪就怪你们非要把沈叔找回来。即使舒儿回来，你也是相府的千金，我们甚至给你谋了太子的亲事，是你自己不识好歹，贪得无厌才走了歧途。如果沈叔不回来，我是丞相府唯一的千金，自然会对你们千好万好，事事都顺着你们。可是他回来了，你们要怪沈是他毁了一切。你这个白眼狼！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军营的调令。老东西，我自然知道。速去东宫交给太子，告诉太子可以起兵了。是。逆女！果然不出小姐和殿下所料，沈婉晴要对相府动手，我得赶紧回去禀报。幸好我们派人在太子府和相府都埋了眼线，没想到沈婉晴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。如今太子拿了调令，势必要有所行动，这京城恐怕要变天了。你速去将此事告诉圣上，拿到虎符，我去相府阻止沈婉晴。好，万事小心。樱桃，备马，随我去丞相府。逆女，你这是谋反！谋反？待太子殿下登基，我便是皇后，何来谋反一说？你们如今已经身中剧毒，再无反抗之力，就安心等着受死吧。住手！把沈婉晴拿下，退下！沈叔，他们要是敢靠近一步，我就杀了这老东西，让他们出去。你们先出去。沈叔，本来还想让你多活2天，既然你这么着急来送死，我送你一程。舒儿，不要管我们，他已经疯了，要杀你，你快走！沈婉晴，你劫持丞相，劫走调令，如今圣上已知晓此事，还不束手就擒？该束手就擒的人是你。皇宫此刻只怕已在太子掌控之中，只要老皇帝一死，天下易主，太子就是新的皇帝，是吗？
可惜啊，三皇子以挟虎符发兵，太子只拿着区区一个调令。你猜大军是听太子的，还是听三皇子？不可能！太子拿到调兵令就会立刻包围皇城，三皇子就算有虎符也来不及救援。可惜殿下早已知晓你们的野心，受圣上密令，早已埋伏在皇城外。只要太子赶到，便会被立刻活捉，以谋逆论处。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都怪你们！你们的好女儿毁了我的一切！分明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勾结逆党，才走到这般境地，反倒怪我们！老东西还嘴硬！你们中了断肠三，得陪我死！什么？解药在哪儿？解药在我这儿，你来拿呀！蠢货！住手！那是你姐姐！你们不是最疼我吗？以前眼里心里只有我一个，现在怎么连她也护着？我到底算什么？你们对我的好都是假的！为了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假千金，辜负我亲生女儿！好啊，那我给你个弥补的机会，沈叔死，我就给你们俩死，二选一！婉晴，你疯了！婉晴，娘求你，你把刀放下，一切还能回头。回头？我回不了头了。选，我数3收，不然我立刻砍下去。3、2。我愿意死，求你放过舒儿。舒儿，是娘错了，以前娘偏心，让你处处受尽委屈。可娘这一死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再叫我一声娘好不好？以前都是爹的不好，被旧情蒙了眼，总觉得婉晴可怜，却忘了你流落在外更苦。他们现在那么真诚，好像真的是我的慈父父母，好像以前对我的贬低和不公都是假的一样。迟来的道歉没有意义，如今我对你们没有怨恨，但也不会原谅。今日赶来救人，也是想还你们一条命。从此我与你们的血缘亲情再无关联。好一对母女情深，演得这般真迹，险些连我都信了。既然你要还命，我便送你上路。不要！把沈婉晴拿下。沈叔，舒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太子如何了？太子及其党友已被父皇拿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太子肯定是成了。父皇有令，太子萧燕举兵谋反，狼子野心，说废弃太子之位，流放岭南。太子妃沈氏假运欺君，鸩毒至亲，天理丧尽，着打入戾庭，赐100两。不可能！太子不会失败，我还是未来的皇后。沈氏，你的皇后之梦已然到头了，压下去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这是断肠散的解药，你们快服下。舒儿，是爹娘对不起你，竟然被那养女蒙蔽了心，对你如此苛待，爹娘糊涂啊！舒儿，是爹娘的错，你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不会记恨你们。今日我还了你们一条命，此后各不相欠。舒儿，舒儿。如今新皇登基，你已然是皇后。为父不，老臣为皇后娘娘高兴。皇后娘娘，如今您虽是一国之母，但高处不胜寒，望皇后娘娘以后千万珍重。多谢沈相、沈夫人惦念，只是今日2位极力请求要见我一面，莫非只想说这些吗？老臣夫妇2人已年迈，打算辞官归隐。我手中能用的得力官员已经向圣上举荐，沈府这些年积累的钱财田产，我也已经都留在了皇后名下。我做这些并非是要和皇后娘娘做什么交易，而是您如今身在高位，担子更重，用钱用力的地方多着呢。老臣前面没帮助过娘娘，如今想弥补以前亏欠的一切。娘娘，这一去，怕是此生不会再见。娘娘可千万保重凤体啊！路远天寒，也望你们保重。那我们走了。我赢了，我终于携手萧寒，站在了血腥又荣耀的权力巅峰。他夺回了被命运剥夺的权柄，
而我证明了自己并非笑话，并能亲手决定他人的命运。故事似乎在此落幕，又似乎才刚刚开始。